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来宾，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作恒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这个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哦。好，我们先来看呢，是现在啊，在这个让罢免之后，我们看到这罢团自己也似乎起了一些内讧。那尤其是以曹新成为首，他现在就说啊，反呛哦这些呢说。出来讲话的这些绿营大佬说，你们这些人呢也不敢讲独立啊，所以请你先照照镜子哦，你们的绿色啊已经在冷气房里面变色了，而且呢还说这个反统一当然是要先宣誓统一是有毒的嘛，所以呢反台独呢也不该被允许。好，那当然就是因为呢很多的这些大佬们剑指的对象就是沈伯洋，说沈伯洋应该要负责。那我们来看沈伯洋呢他就谈论到大罢免他把原因归咎于说呢，是目前确实有些人对于赖政府的执政表现感到不满。那罢免呢，他认为说能够阻止民众对国会的愤怒走向街头暴力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民主机制的成功这当然就这番话，很多人就说，难道说你这是暗指说之前曾经想要街头暴力过吗？还是呢想要像这个 SS 亲卫队这样子那当然除了呢这个刚刚讲到这个绿营自己内部内讧之外呢，现在罢团哇，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都看不懂了，到底在演哪一出呢？是昨天深夜突然闽南郎他就透过影片说指控八炯竟然想要效法德国纳粹两个人直接就这样开撕了。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八炯这样走向极端。那八炯呢似乎也对于闽南郎这样的讲法他没有否认，他说呢这个确实因为他反共之后常常被贴上纳粹的标签，所以呢私下才会跟朋友这样自嘲，而且呢也对此感到抱歉那既然都讲到了纳粹我们就来看呢赖清德他当时是用40%的得票率当选1933年的时候，纳粹呢他们也是在德国掌握了这个国会那最终呢就建立了独裁统治的纳粹德国。那现在是不是呢？我们看当时纳粹也是不断的说，在国会的这些在野党他们就是亲共。好，那现在是不是有点像说赖政府一直指控在野党亲中是一样的吗？而且呢，当时你看看德国经济差的时候这个纳粹都怪说都是犹太人害的这或许也跟这个八炯也不断树立敌人有一些雷同啦。我们就来看看现在这个当然在罢团的部分有曹新成嘛这些人，那另外呢民进党的部分呢，沈伯洋王一川这些人同样也都是出来说要来挺罢免。所以你看看这个状况呢，就很多闽南郎像爆料说八炯私下这样讨论这个言论就被好多人洗版德国在台协会了，说既然当时德国在台协会面对朱立伦讲到这个赖清德像希特勒，当时他们不是跳出来吗？说谴责这样的行为那现在呢德国在台协会要不要谴责呢？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底下洗版要德国在台协会别双标。那最新是德国在台协会呢有发声明，不过他并没有点名是谁，他们只说这类似的任何的都不能够接受。不过现在当然整个罢免看起来就是已经头洗下去了，你这个车已经开上车了嘛，你不可能随便下车。所以呢民进党823要持续的说要坚持前行，还要精准罢免你看最新的说陆战齐发，接下来呢吴思瑶就说民进党会在4个县市4路齐发，就是要来力战国民党的反公投。反罢免挺公投。好，可是呢，像是呢小笠原欣幸他曾经精准分析过台湾的政治他说民进党现在其实搞不清楚他们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年轻的族群已经对他们结构性的失望了。那这个结构性失望呢，可能会影响到2026或是2028年的大选。无独有偶，前扁办主任他也说民进党现在呢快撑不住了，主要就是因为尤其对于罢免行动后续处理好像是在一种政治表演一样你想要安抚这些罢团跟支持者，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把死马当活马医那很多呢，像现在的这个卓荣泰虽然他是行政首长，可是外界普遍认为他根本就只是一个赖清德的传声筒，他不是实际的领导力。所以你到底这样的内阁还能够怎么样持续下去呢？
那当然，下一波罢免哦，民进党虽然讲说我们要精准罢免呢，问题是现在就连基本盘的支持者呢，也都是忧心忡忡，因为呢有基层就说他们没有失败过，不是没有失败过，但是这一次呢，却是停滞最久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一直看不到到底要怎么样来检讨，我们有没有上新的措施哦？他说中央定调要跟公民同行，但是823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政党对决，你不可能再推给公民团体了。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的话，相当于在1个月内会迎来史无前例的3连败哦。好，我们先请教亮哥我怎么看这个？当然现在呢，民进党自己的内乱呢，甚至闽南人跟89上演这一出这个互撕戏码。我这个是闽南人自己跳出来嘛，公布赖的截图。对，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斗争啊，就是闽南人证明他才是89搞纳粹啊，我没有啊，不就这意思吗？这个失败之后，政治团体内部很容易有这种现象啊。那这个本来就不能避免，比如说游盈隆、林濁水，游盈隆出来批评沈伯洋嘛，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站在民进党要走远嘛，所以他认为赶快啦，823就不要搞了吧，对，那就赶快做个内部自我的检讨，以免伤到2026乃至2028嘛，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其实还是要负最大责任啊，就是你党内的检讨的声音，事实上纷纷出现，比如说王世坚、对，林濁水游盈隆。如果赖清德823紧急喊停那了不起就是跟青鸟意见不一样嘛。我觉得这样的受伤还是有限的，可是你现在不是啊，你自己延误了这个判断，决定823再打啊。我跟你讲往往这个自我反省都是一鼓作气的啦。你现在等于是结果林濁水啦、游盈隆啦、王世坚啦，现在被曹清诚反杀因为你还要搞823啊，所以党内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啊，所以你就被反杀嘛。然后823再7-0。我跟你讲，你这时候就没气了啦。那时候你党内即使一些良心人士，还有李文忠，我看他们大概也没有力气讲话了啦。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这个赖清德这个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啦。比如说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判断？稳固基本盘。我跟你讲我坦白讲就是不愿意负责任啦。或者是说他美国去不了，然后关税即将公布。他要稳住党内啦，不要让党来批评我啦。那就变成说我们再打823。那至少民进党内部要团结嘛。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来检讨什么关税啦，一大堆了。可是我跟你讲他这样想，事实上对自己更伤。因为我自己以前在民进党，我非常清楚啦。我举例比如说那个时候建国党跑出来，台联跑出来，民进党主席没有讲话就让他们去批评民进党到时候选民会做决定嘛，所以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嘛。时代力量成立，也是太阳花出来的小英就让它存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赖清德没有面对问题，你726是超级大败你是0你党中央评估7席结果是0结果对你党中央的错误评估没有检讨，绿媒一路拱你让你认为胜利在望就好像真的有7一样，还有一大堆民调，对不对？你都不用检讨事实上中常会做的决定也没有要检讨报告没有那反而是中常会做的决定是我们823再战，这个实在是非常荒唐因为823民进党的胜率是远低于726你怎么会选择一个必败而且是一样的战场再打一次？我觉得这个领导人就是不愿意负责任，结果选择了这种完全错误的一个方向对，但是因为头也洗下去了嘛， 对不对？所以很麻烦。对，这很麻烦。谢大使，我觉得民进党这个养了一个怪兽，现在这个怪兽乱咬，把他们的真相又咬出来了。
这个怪兽姓曹，叫曹兴诚。他这个人现在啊，他是打红、打蓝，打到现在又打绿，白也打了，现在开始打绿。他这个绿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吃香喝辣就是你们目的，你搞台独就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幌子，你们根本就是骗台湾人，搞台独的都是骗台湾人，对，那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说，台湾现在有3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中华民国，第二名叫中华民国台湾，第3个叫台湾，那你还台湾放最后面。那你那些过去那些支持他们台独搞这些捐钱这些人不是吐血吗？那偏偏别人不敢讲，结果曹兴诚把它讲出来。你真的是谁跟你合作，到最后你一翻脸起来，全部都被你骂。不过他也是个照妖镜他看得蛮清楚的。他真的别人不敢把民进党这些独派的这些真面目讲出来，那现在曹兴诚把它讲出来了。那民进党会不会走回暴力路线呢？我们以前看民进党刚出来的时候，他不是暴力边缘，他直接暴力直接用暴力我还看他们那时候在立法院，在这个示威的时候，带了一缸子那个棍子就放在路边准备打那时候我就看准备打的人看起来都50、60岁了，那一批人还是敢拼命的。现在这些什么这个沈伯洋八炯这些人你叫他拿棍子上街看看。搞不好棍子挥一挥打到自己脑袋。那些勇敢人都超过80岁了，都超过80岁了。到现在过了20年，那批人我看过，对我也见过。那些人那个真的以前是从绿岛回来的，那随时准备上街去打的。那个当时要到了那个示威民进党每一次在台北市示威，到了晚上的时候风声鹤唳，就准备要，就那个棍子就要拿出来打了。所以民进党现在会不会走暴力呢？我不是说他不会。我是嘴巴暴力，为什么呢？因为就中央执政来讲，他对他的政敌，譬如说啦，我们那个柯 P 的话，用司法就把他治得死死了，还要打他干嘛？对，其他的你这边说可以支持什么呀？你应该这些要主张统一的也应该要管一管。民进党难道没管吗？过去关了多少个啦？间谍罪通通给你关起来了。然后呢，给你弄一个什么国安法，通通关起来，他还需要什么暴力？现在需要暴力的是被民进党压迫的这批人才需要暴力。所以这些八炯什么闽南郎这些人谈这边纳粹是要赶上街去打的我认为啦，真正过去站在那些70、80岁、80、90岁赶上街打的人那些靠那些人打的人。然后获得政治利益人，就是现在曹兴诚讲的，就是说在冷气房里面待太久了，已经变色了。变什么色呢？我也不晓得，也不是浅绿，反正也不是绿了，变金色，变金色，对，金光闪闪的色，都镀金了啦。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曹兴诚先生不管对台湾是好还是坏他总是像一个照妖镜跟他接触的人被他一照，那个妖怪的那个妖气通通被他照出来了。对，赖老师怎么看呢？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有不同的分析啦。不过，就连这个小笠原醒醒分析说，年轻族群现在可能是对民进党非常结构性的一个失望。民众党跟民进党彻底撕裂以后分裂以后。我们看到，其实民众党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那至少有100-200万人。然后这群人在过去他们是支持民进党的，对，然后后来是被柯文哲带出去了。那为什么柯文哲有这个力量把他们带走？就是他们对于民进党的一种彻底的失望，这个就是结构性的分裂。对，所以结构性的分裂并不是因为这一次的大罢免才发生的。事实上，就在于上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上一次的选举，他们就已经分裂了。那结构性的分裂是在大罢免之前，那现在大罢免的时候更加的巩固了这个结构性的分裂了，只是更加的巩固而已。也就是说，它已经开始形成了固化了。这个固化的情况就是，民进党变成越来越少数了。大概就是3成多，不到4成，中间一点点，有时候偏那个浅绿的跑过去一点，但是民进党大概已经只剩2-3成
左右的人了，其他的都已经不再是民进党的人了。我觉得这一点上，小笠原他没有跟上时代，因为这次的大罢免是更加的巩固住民进党成为少数党。不过刚刚文吉讲的这个说民进党敢打的，以前的人敢打，现在人敢不敢打？我坦白说，这个我是有点担心了。为什么说我担心？现在是民进党执政了，所以警察、军队啊、宪兵都在民进党手中啊。也就是说，现在警察、宪兵、民进党手中，如果这一群青鸟，如果这一群人他在拿棍子走上街头的时候，然后赖清德叫这些警察、宪兵、军队都给我在旁边看着，那倒霉的是我们，因为他们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也就是他们就会像过去的日本浪民一样，就拿着武士刀在路上就见人就砍。那你这些绿营的青鸟、八炯或者是什么什么狼的什么的，或者是沈伯洋的，你们就拿着棍子就在街上找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就猛一打，那警察在旁边操手随便你打，这样还得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时代啊！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就是民进党内部的斗争，民进党内部的斗争看起来是越来越激烈了。主张要有反省力的这些人，他们开始被斗了。尤伯龙啊，尤英龙不是尤伯龙，尤英龙、林卓水，尤伯龙是行为学派的一个大师啊，这个。然后那个林卓水等王世坚他们开始被斗了，那越斗越激烈的话，你赖清德你还要看着你的这些主张应该要反省的人，要重新思考检讨的人开始被斗，你袖手旁观吗？还是你要出手介入？如果你袖手旁观，那难道他们被斗不是就是你挑起来的吗？我觉得这个是要负责任的事情。不过我个人是认为曹兴诚等这些人，他们的真面目啊，是一张一张，就是说他们过去的假面啊，是一张一张被撕开了。对，他们的真面目越来越露出来。他们真面目是什么？他们的真面目就是不准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不准有人权，只有我说了才算。对，跟我唱反调的，我就要干掉你。对，不管你是不是党内的人都一样。这个多可怕！这个独裁到极致了，难怪这个闽南郎是不是？然后会讲说那个八炯在搞纳粹。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个世道是越来越可怕。对，这个一言不合就翻猪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当然现在这个关税的议题啊，全民瞩目之外呢，现在说了20啊，赖清德一直告诉你说这是暂时性的关税，可是问题是大家有信心吗？好，问一下，等一下问一下来宾们有没有信心？问题是现在这个数据当中啊，就说有些民众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哦。那赖清德是强调说，一切都在谈判当中，会争取最低最终的这个税率。那另外呢，还有说台美其实已经完成了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框架了，这里头讨论的包含像是农产品，或者是呢美牛、美猪。那当然在食安跟高风险的产品上哦，说是我方会坚持要守住底线啦。问题是哦，我们这样子讲啊，可是也要美国买单嘛。然后你看美国的贸易代表呢，却是怎么说？他说，川普的关税几乎已经是完全的确定了，所以外界不要再期望说税率啊会在不久之后有可能会调降哦。话说的这么斩钉截铁，怎么好像跟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的不太一样呢？那尤其大家还很担心是马上啊这个232条款啊，是不是也会对我们才是产生最大影响的？我们呢有80%台湾输入到美国产品都在这个232条款当中。经济部说，现在已经完成的包含钢铝啊、汽车零组件啊、半导体啊等等的。那台湾相关的货品呢，2024年对
这个美国的出口大概是868亿美元，所以呢，你看80%哦，对美国出口都在这一波的关税课征范围里头哦。好，但是大家就说了，我们这么没有信心的同时啊，是不是企鹅还比我们的谈判小组还会谈判呢？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这个福克兰群岛哦，关税从41%降到了10%，所以都说这好像是企鹅比人多的一个岛屿哎，怎么一夕之间哦，大家都认识它了，它成为关税谈判的最大赢家了。马上好多网友就讽刺说，企鹅没有谈判都可以有10%啊，我们谈了半天哦，谈了4次，结果现在暂定是20%，我们直接把这个企鹅封为谈判专家好了。那当然哦，现在这个在整个国际情势的状况之下，赖清德他一直是不是也想要当棋手？但问题是，我们到底是棋子还是棋手呢？他现在说呢，国际情势有快速的变化，台湾就要当棋手，我们不能够当棋子。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呢，像是这个在以色列的部分哦，我们就金援了直垦区哦，结果呢，现在就被抨击了。因为呢，我们看当时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承诺说，捐款的资助是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医疗中心。那如果这样的消息是真的的话呢，就变成说台湾是全球第一个直接我们就占住了以色列直垦区的政府了。当然，很多巴勒斯坦的这个相关的支持者就到外交部抗议哦，有大概500个人说呢，要求台湾政府啊要立刻停止赞助以色列。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弹呢？因为其实在以色列的部分呢，也是受到很多的质疑，像是呢就被指控说他们犯下这样冷血的暴行。有个加萨的男童只是领完食物亲热一下军人的手，结果马上呢就被以色列的军队给枪杀了。很多人说这样已经违反了人道的原则了。另外还有加萨的儿童被杀的事件哦 ，BBC 就说他们收集了超过160件加萨儿童都是遭到枪击的案件，而且呢大多数都是头部或是胸部中弹，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呢状况是非常惨烈的。很多人就说这个不是什么，这不是警告，也不是告失误不小心的，就是要让你一枪毙命哦。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资助吗？那这样子有办法当棋手吗？好，反倒呢，就像是哦，这个新加坡他们就明确表态了，他说我们会坚定支持两国的方案，也就是说呢，愿意来协助巴勒斯坦建国，认为说拒绝恐怖主义啊，也拒绝就直接接受以色列的存在。那确实，新加坡也已经投入了超过17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哦，说未来还要协助呢巴勒斯坦，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政府，建立有自己的这个治理能力哦。好，先请教亮哥，当然现在这个关税议题啦，我们说有信心可以到15%以下。我不知道这是谁讲的啦，坦白讲，这个政府已经太多次说谎了，所以让人家难以相信啊。郭志辉不是说过吗？对，说我们在美国投资那么多，我们肯定比日本、韩国要低，跟他讲啦，郭志辉啊。而且我们行政院在当天要公布的时候说，我们正在美国在讨论联合声明，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技术细节，到时候会把它写出来，有吗？有联合声明吗？我跟你讲啊，赖清德说这个是暂定的税率，美国没有这个概念啊，你不要搞错了。什么叫暂定？没有这个概念，美国就是公布8月1号公布，然后他说这个阿根廷8月1号立即实施，那其他国家8月7号。所以台湾跟瑞士，因为瑞士39嘛，我们20嘛，我们就是争取在8月7号前，希望能够跟美国有最后一次谈判的机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暂定的，不要胡说八道。这赖清德，你不要乱讲话，美国公布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实际上就是，如果8月7号之前你没有办法对美国做大幅的让步，那就是20。那大幅的让步，你去看日本、韩国跟欧盟是做了什么事嘛？欧盟承诺买6000亿，日本承诺买5500亿，就投资啊，投资美国了。韩国承诺3500亿嘛，对不对？那或者是第二种模式，就是像印尼嘛，像越南嘛，进口零关税，越南就是进口零关税哦，全部哦。那印尼是90%零关税，
只有这2条路啦，你不要糊弄我们了。所以实际上现在郑丽君还在美国，他就是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了。那有他回来了啦，他刚回来。哦，回来了是不是？刚回来。哦，那看他表情如何。反正啦，我跟你讲，努力中啦，说努力中。今天已经8月4号了，对，努力中就是最后我们要拍板了。你8月6号之前一定要同意了。那传出来，坦白讲我也不太清楚了。有人传出美国要台湾投资4000亿，有人传出是3000亿啊。不管如何啦，你就是要有投资金额的承诺了。然后你那个进口关税要做调降了，就是这样了。这真的没有别的路了，因为别的国家都是这样处理的嘛。他不会对你特别好啦。菲律宾是他的盟友，20降到19，对不对？印度也是美国要争取的地缘政治的盟友，印度最后是25，从26降到25，所以美国没有再对你客气的啦。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政府真的是非常的不老实啦。林俊宪还在友台那边鬼扯啊，说有哪一个国家事先跟老百姓讲的？对不起啊，时破报讲得清清楚楚，说我们就是卡在汽车25%。那卡在美国要我们承诺要投资一个金额，人家都讲得清清楚楚，就只有你台湾的赖清德政府到现在为止完全黑箱作业。对，确实今天其实有被问到哦，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谈判的贸易副代表就说，这个是一个国际的惯例哦，我们不可能公布的。来，谢大使。那我刚刚讲的，那日本可以公布，韩国也可以公布啊。我告诉你啦，为什么谈出一个20%，就是从头太软，从头到尾就太软了，你就不够强硬。你看石破茂多强硬，对不对？人家从25%降到15%，对，人家就是强硬嘛。赖清德，你看他在记者会的时候笑嘻嘻的，笑嘻嘻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给美国的谈判代表一个感觉，就是说，跟他要的不够，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事情严重性。所以你要去谈判，说实话，你出来以后啊，你脸要很臭。为什么？就表示说我对这个结果我很不满，我还要怎么样跟你。结果他出来那个记者会笑嘻嘻的，然后不晓得事情的严重，还要说还可以谈，这个不是最后的。那很简单嘛，你是可以降到15啊，那你对美国的投资，那你就要比日本还要多。日本5500亿，你拿得出来吗？对，你如果说真的给日本，你给了美国那么多钱，换回来你的这个关税啊，从这个20往下降的话，你得不偿失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赖清德就是惧美，对美国人就是畏惧。在这个川普当政的时候，你越怕他，你被吃得越深。那现在人家就讲说，哇，这个跟这个20%。我们跟韩国差5%，还有什么好拼的呢？美国市场上，我们每一个项目都跟韩国都是在那边竞争的。你一下你成本差了5%，你市场就不要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在这个凤山，在这个冈山一带，我们那个螺丝帽厂现在多惨啊！本来的我们的整个的在这份卖美国螺丝帽，美国的进口关税是多少？你知道？原来的2%，现在一下变20%。你想你那个市场还会有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赖清德跟他的整个谈判，尤其郑丽君这些人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太久了，不晓得民间疾苦。他这个差1%让1%有多少工厂要倒？让2%有多少人会失业？让3%很多产业就要搬移台湾了，跑到国外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政府基本上外行不说而且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真的是不关心。那现在就是说，接下来我跟你讲，美国还有一个那个前行政院长陈冲院长，我最怕一件事，什么事？他说我们真的接受美国的要求，去跟美国换债，换什么债？川普发明的100年无息债。我们现在有5000多亿的美金的我们外汇存底里面大部分都是买美债，这些债可以怎么样？可以买美债，还可以赚利息。你如果拿去换的话，
反正啊，这些人就说他做到下台以后他就不管了。你把美债换成这个美国的100年无息债啊，那你真的是对不起台湾。这是在什么叫出卖台湾？在谈判桌上最容易出卖。那现在呢，我们台湾说实话，我们的利益被出卖了。因为赖清德还说，我跟美国谈判啊，我希望达成2个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因为谈跟美国加强安全的合作。台湾有什么不安全的？就是因为搞台独才不安全，你不搞台独就安全了嘛，还去跟美国加强合作。那美国人来讲说啊，你要谈安全再加码，所以呢，可能就变成什么20%了，本来还有15%的机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啊，丧权辱国。来，赖老师，美国现在的国会跟白宫啊，跟行政部门现在正在争吵啊，而且也可能会要求宪法啊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关税的决策权到底是在白宫行政部门，还是在于国会立法部门啊？那当然，美国如果说他对于台湾课20%的关税，那这个决定在美国。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美国课的关税，你要降到0，你要不要经过立法院同意？那也就是说，台美的贸易协议，你要不要经过立法院同意？要不要送到立法院去审查？要不要报告？那你一旦要送到立法院去报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还能够盖得住吗？你一定要公开要透明了嘛。那你要公开要透明，你今天你能拖1天算1天，你没有经过立法院，没有经过人民给你做后盾，先讨论，你自己本身偷偷的，到时候你干了上前入国的事，那这个责任是算在我们怎么去追究啊？那也就是说，对于川普目前我们所看到日本、韩国、欧洲，甚至于印尼、菲律宾他们的下场很清楚了嘛，也就是要不就是你5500亿的投资，要不就是你农产品大米，你对美国的关税降到0，要不就是你对美国的汽车关税降到0，而且很多所谓的非贸易障碍，你的货物税是不是也要下降？你这些都要讲嘛。韩国现在也被要求要3500亿美元的投资，而且要帮美国建造这个造船业等，这些你到最后都要公布，都要让大家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台湾的民众一无所知，台湾的各企业界一无所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因应。不管是金融业不知道该怎么因应，企业界不知道，农民不知道，进口业不知道，出口业也不知道。台湾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知道，然后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可是问题是8月7号要开始实施嘞。8月7号你美国一开始实施以后，那台湾的冲击面到底在哪里？你要不要给我们台湾的厂商有因应的时间啊？你到今天不说，郑丽君也回来了，也到今天不说。可是川普已经说了，我就是8月7号开始实施。8月7号然后格里尔说，对不起啊，我们现在关税谈都已经底定了，这是川普的大战略，他的架构就是这样。那当然有人说，加拿大的总理马上要再去美国跟他谈，说瑞士也要再谈。那以川普的这种善变的个性，很有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可是问题是在于，实施的日期会往后延3个月，像墨西哥一样吗？不一定吧。台湾可能是完全不可能吧。加拿大有可能，对不对？加拿大因为它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嘛，他们是影响最大的。那台湾一旦不能够延的话，就是8月7号实施，你不让台湾的厂商知道，你要台湾去死啊？对，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啊。对，更多的关税讨论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最近一直讨论的关税议题啊，我们看呢，这个巴西总统鲁拉他也非常强硬因为他就说呢，巴西是愿意和川普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当然前提是他们的国家能够
得到和美国平等的对待哦。他说不会屈服于川普的政治压力。那巴西的首席顾问呢就说，巴西也非常的反对哦，因为贸易伙伴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而对对方实施单方面经济制裁哦，这不是应该国家间会受到的对待。好，另外呢是巴西的民众，当然现在就是出来抗议啦，说美国啊，这叫做什么？叫做关税霸权，所以他们非常的不满呢，就走上了街头。那这样的活动呢，其实隐含的是双方关系可能恶化的这样的迹象哦。因为川普也承认说，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盟友被起诉嘛，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惩罚性关税哦对待巴西。好，所以你看到呢，在巴西哦，这是不是也因为关税产生的问题呢？大家就说有巴西一个男子啊，他呢跑到了超市，试图要逃跑的时候呢，被警方逮捕哦。然后你看到画面上，他为了要逃跑，竟然呢不只是奋力抵抗哦，干脆就抓住了屋顶的管道哦，以为自己好像变成是蜘蛛人一样哦，这样子呢想要来爬着逃离超市。当然啦，最后是被宪兵哦，全部人一起爬上货架，把他给抓了下来，才把他给制服了哦。可是这个画面非常的惊险，大家看了也是瞠目结舌。那我们就看到哦，对于现在关税的问题上啊，其实8月1号的时候哦，美方说对巴西课征了50%的高额关税，当时就引发了他们的震惊跟反弹的情绪哦。那这时候呢，当然中国呢就赶快趁势要来出手啦，所以呢，中国就在8月2号宣布批准了这个巴西企业向中国大陆可以出口咖啡。好，同时呢，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印度哦，现在就说呢，印度啊跟美国之间呢，川普说他们叫做死亡经济体哦，这个说法非常的沉重。那印度的总理莫迪呢，就直接间接的就回应啦，他说呢，我们会成为第3大经济体哦，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不会变成是死亡经济体。我们带你来听。सबसे बड़ी अर्थव्यवस्था बनने जा रहा है, सजग रहना ही है। अब हम कौन सी चीजों को खरीदेंगे? भारत के लोगों द्वारा बनी है।好，当然呢，这个莫迪呢并没有点名，不过呢看得出来哦，他也是想要澄清啦。那现在就看起来也是呢，双方的关系是不是有恶化的迹象呢？所以莫迪现在也出招，他呼吁民众要买国货，这也是说呢，这个为了这个买俄油的事情嘛，那印度呢就也是要告诉川普说，你不要以为你威胁我可以成功，因为呢我们还是会坚持买俄罗斯的油。那莫迪就说，如果印度啊要成为世界第3大的经济体的话呢，那确实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哦，来推广这个 Made in India， 就是印度制造的商品哦。好，那当然美国呢现在看起来呢用这个威胁这一招啊，也没有办法派得上用场，因为巴西跟印度啊，他们都是接连的拒绝的。巴西的首席顾问就说，巴西是不会为了想要达成关税的协议哦，而接受美国对他们的能源政策指手画脚的这些附加条件哦，而且也反对把经济手段用在地缘政治的目的上。好，那现在就有分析啦，说呢，为什么印度要刚硬的对抗川普的政策呢？主要就是因为川普啊，在这个印巴冲突的表现，让印度国内开始对于莫迪的政府是有所批评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他不可能说为了我现在要讨好美国，结果搞得这个民意基础也都丧失了。可是美国呢，当然现在呢，你关税看起来账面上啦，好像洋洋洒洒哦，对很多的国家实施了课征了很多的关税，可是真的赢了吗？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物价势必可能要上涨嘛，所以这也会造成社会啊、经济层面的影响。美国的洛杉矶呢，就有这样的便利商店哦，一群青少年呢用0元购啦，这个就是偷东西的状况哦。好，老板也说非常的无奈，我们带你来听。When it's a gang of them at 24, 25 people, it's like an organized crime type of situation, you know, like. Those 25 kids could easily overpower my cashier, leaves me kind of helpless. They said there was no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y said it's considered shoplifting, and shoplifting isn't something they can really go after.
好，所以这个关税政策呢，对美国民众来讲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哦，可能还是祸端。不过这也看得出来，川普整个行事作风。那前财政部长呢就痛批说，你看川普啊，他这个劳动统计局长的这个争议哦，其实呢，你都动不动就把人家直接开除，只因为你觉得数据很难看，所以他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是集权国家才会做的事情。还有哈佛的教授也直言说呢，这会对一些决策单位啊、金融市场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哦。说这个美国啊，你难道是要逼这些官员帮你做假数据吗？这是一条不归路哦。好，那另外呢，还有说到美国的经济啊，连这个相关的媒体《卫报》呢就说，其实你不要以为现在已经很混乱了，因为危机根本真正上都还没有降临哦，那麻烦的迹象呢，已经正在逼近当中了。另外是《经济学人》呢也直言说，现在啊，投资者还在沉醉即将会来的技术革命，但是呢，这个贸易的问题啊，却是日益的混乱哦。尤其是我们看到呢，川普不肯让世界走出这个关税的梦魇哦。那未来美国消费者呢，会真切感受到说物价上涨，然后日常商品或是服务呢，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可是你要掏出更多的钱。好，那这时候大家才会真的认清这个现实。好，亮哥怎么看说？当然，现在巴西呢也说，我们就是要秉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要对等啊，我不能够让你予取予求。美国对巴西的关税已经悄悄回到10%了。对，他没有解释啊。对，那因为美国对巴西是顺差，14年来都是顺差。你把人家磕50%，完全没有道理啦。就是情绪啊，就是8月1号，他就是按照他原来的计算的公式啦，所以巴西就回到10%了啊。那主要是印度啦，因为印度美国，你刚刚讲那个死亡经济啊，事实上它是用 dead economy 啊，就是说，川普的贴文是这样写的，说印度跟俄罗斯的经济都是死气沉沉啊，那。他说：“美国跟印度贸易也不多啦，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印度，这样有点这个味道啊。那显然就是莫迪印度内部的官僚主义、保护主义等等，或者是关税。印度的关税是主要经济体里面最高的啦，17%，这个关税太高了啦。实际上中国大陆现在可能只有7%左右，我们台湾大概是6点多哦。”印度真的太高了，可是他不愿意调整，所以川普就火大了啦，所以就给他从26这样1%变成25啊，这个其实对印度有伤哦，因为印度卖到美国一年大概是870亿啊，很多人估计他大概至少会损失70亿到100亿啊，那莫迪不管了，我认为美国这个做法啊，会把印度逼到金砖国家的怀抱了，因为本来印度有点若即若离嘛，那现在就没办法了啊，等于是把印度逼向中国跟俄罗斯啊，还有巴西啦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印度坚持不调整，其实坚持不调整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瑞士啊，瑞士就觉得我对你美国或之所以会有贸易顺差，是因为我的产品够优秀啊。他指的是劳力士手表啊、瑞士军刀啊，一大堆啊，所以他讲的也有道理啦，结果被磕39啊。那我觉得川普的关税啊，川普现在在吹牛啦，说他一年可以增加3000亿美元的收入，可是我认为到第4季啊，美国的物价就开始上涨了。对，因为美国的关税平均税率现在已经将近20%了，是114年以来最高点。这个绝对会有影响的啦。就是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一定会变少，然后你的物价一定会上涨。那到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经济冲击，真的没有人知道。对，谁输谁赢还很难说。来，谢大使。对这个我讲一下，这个就美国那个工业统计局长被开除的那个这个事情，这对美国影响蛮大的。因为这个工业统计局长他的任命啊，去年的时候他是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的，而且他这个职位被定位什么非党派的专业官僚。那这个局长呢，他事实上有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而且呢在这边这个领域服务了20几年了，因为表现很好才会被提拔为这个职位啊。
那你要知道他这个失业率调查是怎么做的呢？因为他这个工业这个统计局啊，他每个月啊要发出大概63万个问卷给63万个美国的各型的企业，让他们填报数据。那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这个数据整个作业呢统计又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所以他没有作假的这个空间。然后呢，他这一次最让川普比较火大，第一个说本来预计是9点多，你怎么给我搞了7点多啊？这个这个他不符合他的期望，他就不。更火的是什么呢？说他还下调我这个5、6月的这个统计数据，下调了20几万人。那为什么会下调呢？就是因为他这个问卷出去，他回收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他陆续回来以后，他在统计他会变成了前3个月他还在收有这个问卷回来的时候。所以他还是要怎么样？把这个新的数据把它调降。所以不是故意针对川普，所以川普一怒之下就把他干掉了。那这个就是说以后真的美国的数据大家都要小心，对，不敢讲真话了。大家不敢讲真话，你要真的话就被干掉，大家就是想弄一个数据让川普看得很爽。所以川普以为美国现在经济是黄金时代，搞不好以后还每天骂联准会的数据，对，数据都是假的。所以川普基本上是美国现在是黄金时代所以你们做官的都给我小心如果不是黄金时代，你们准备下台就是如果不是我的，全部都把它清除，不是我要听的。来，老师，我觉得巴西是很有趣的因为明明是美国人赚巴西人的钱嘛，如果按照这个川普的逻辑来说的话，那就是美国人抢了巴西人的钱。那抢了巴西人的钱，偷了巴西人的钱，还要对巴西课关税那当然，他说这个到底是50还是10他说对等关税是10，所以呢，在文件上看出来是10，但是呢，我因为你审判我的这个朋友，所以再给你课40%。可是呢，我由于需要你的牛肉成资等，所以我就又豁免，又豁免。所以目前算来算去的时候呢，是有35%是被课50%的关税，有65%是被课10%的关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7月30号的时候，就在川普宣布对巴西课50%关税的时候，中国大陆突然间宣布，对于巴西183家企业的咖啡开放。那巴西每一年满足美国人的咖啡有多少呢？满足美国人的咖啡是1/3也就是美国进口咖啡中的1/3是从巴西来的。这个里面每一年就是800万袋，一袋就是60公斤。那你想，对巴西来讲，那它还是有一些咖啡商受到影响，怎么办？中国大陆说，那你就进来我这边，我的市场够大，咖啡没有被豁免，对，咖啡没有豁免，对。所以中国马上伸出援手。那你想，这个对有多少国家来讲会有吸引力？很多国家会觉得说，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够大，那这个时候，因为巴西是唯一最敢跟美国对抗的，我觉得这个是提醒很多国家说，中国可以作为你的后盾，中国市场够大。好，那鲁拉那个莫迪是最狗腿的，我看过最狗腿的领导人，比赖清德还要狗腿为什么？因为他在川普当选的时候，卢比奥不是国会在1月21号通过国会的那个这个听证嘛，然后就被任命了。他马上就召开 QEAD， 莫迪马上派苏杰生就到美国去跟这个卢比奥开了 QEAD 就攻击中国嘛。结果川普上任之后，2月份莫迪是第一批马上飞到美国去跟这个川普抱来抱去的那一个。